怎么又卡了？啊，我现在又不卡了，啊，又不卡了啊！就是你们要知道一点，所有的感情，只要不让你进步的话，其实都是一种退步。两个人在一起，你没有收获，其实消耗了你的进步。那所有的关系，我希望大家在选择的时候都能清晰的认识到，好的感情是给自己加分的，是让自己逐渐的是往前走的。现在其实很多人，就是包括我们3个好朋友，我们互相的感觉就是什么呢？现今这个阶段不允许我们这么自私，我们没有权利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因为你要为此付出代价。就是可能有的感情在消耗你，有的感情在绑着你，你没有办法去在这个阶段，这样的感情很难，真的是这样。就是现在，我觉得但凡感情，现在拥有感情，然后能够维系下来的，可能都是良心。这真的都是良心。因为这是人品吧，我觉得是人品。对，你但凡就是不会因为自己难过，然后就跟别人分手，不做的那么自私，就是因为你的人品和你的良知。但是其实现在活下来真的很难。对。当这里是布拉迪了，所以真的好辛苦，现在活下来真的好辛苦。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我直播间里到底有没有谈恋爱的，就是有没有维系对象关系的，会觉得很煎熬的。直播间里的，就是你们应该能懂我说的。其实要是2个人势均力敌的话，我觉得还好。要是2个人这差别挺大的，自己没有太多能力的，其实这段关系会让你很辛苦。对，非常懂是吧？对，非常懂。对，其实就是你的人品嘛，就是你的人品其实没有让你很自私。我喜欢朴素的爱情，只要互补相爱就不会分开。1260一看就没谈过恋爱。就是但凡谈过恋爱的其实都知道，就是感情在初期的时候就是会考虑爱不爱，后期其实你考虑的就是生活，2个人在一起的步调啊、节奏啊、方向啊、经济啊，你会考虑这些东西，你不会考虑爱不爱了，因为爱不爱这件事情你已经证明了1年2年了，对吧？那后期其实你考虑的其实就是生活，
在发生问题的时候，两个人有没有能力去一起跨过这个坎坷啊？有没有能力？没有能力的话，可能两个人就分手了。你爱你对象吗？我犹豫。其实我前一段时间我想分手的心到达了一个爆发的点，但是我紧接着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俩分手了。梦里的我是非常非常难过的，然后所以，我当下我就紧紧抱着他，但是梦醒，你发现它重要之后呢，2天之后你还是会面临很多很多现实的问题。所以爱是爱的，但是，就像我说的一个关键的点，爱情到2年到3年的时候，要考虑的一个东西是什么？考虑的是两个人有没有能力共同去跨过这个坎坷。显然他是没有的。对，显然他是没有的。我开始嫌弃他了，我没有嫌弃他，这个上升不到嫌弃，我只是会觉得说，现阶段自己的烦恼会比较多，会比较需要处理自身的很多的问题。对于他来讲的话，他没有这些问题和烦恼，他没有这样的压力。但对于我来讲的话，这些压力一直都在。我其实有考虑过说，是不是两个人一起去面对这些压力？但显然他又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其实我有点退缩了。我退缩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暂时的分开生活，然后我把我自己的事儿处理，就是我把我自己的事儿处理一下，等我处理完了，对吧？咱俩再恢复，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现在我没有能力，烦死了，每天都是，我从来没有这么大压力过。回头草吃不了，什么回头草吃不了？木骨狼归，就是我不知道你的思维是什么样，或者说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反正你说话就是挺招人烦的，就是因为你会有主观意识去跟别人聊天，我觉得这个是很招人烦的。会抑郁吗？我不会抑郁，但是我会焦虑，因为每个月的生活成本就是在那儿。我现在不光是要负责我的贷款，我的家人的生活，还要负责他，所以也就是我想分开处理，因为一下处理这么多，我其实有点无力。我有点无力。1个月生活要2万吗？不止，不止。小大夫是我的拖油瓶，没有说什么拖不拖油瓶吧，我只是会觉得说现在的经济趋势可能会用到这个词，经济趋势包括自己的一些情况来讲的话，处理不过来。其实他不是你第一选择，家人离不开，带头摆脱不了，只有他可以。小大夫去赚钱，小大夫赚钱吗？
家人，你哥哥姐姐都要出啊。我现在每个月的房贷车贷就是要2万块钱，家里给你出这个吗？哥哥姐姐要给你出房贷车贷吗？他花不了你多少米，不是花不了多少米，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前一段时间其实我有很多的关系要去维系，但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维系不了。你们要知道一点，很多关系都需要维系。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我要跟朋友们去聚会，可能要去国外聚，一大帮朋友，然后我要去国外了。那小大夫他自己在我家里，因为那个时候他跟我母亲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和谐，就是他不认识我妈妈呢，就是我这个时候把他这个节骨眼把他扔在家里边，我自己去聚会，去维系关系的话，他适应不了，而且我也会觉得说，好像我自己出去玩乐，然后让他自己在这儿吃苦，让他自己去面对，而且在他的视角里，可能觉得我就是在玩乐，对，对，妈妈的生活费，我现在问题也不是妈妈的生活费，妈妈的生活费没有多少钱，为什么要让哥哥姐姐出妈妈的生活费？说清楚解释，说不清楚，说不清楚。我觉得他是没有一个经济压力的啊，就是我的经济压力一直都在啊。如果对象是没有能力的天才，会心烦吗？不知道，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为什么24岁单纯不成熟？22岁你比谁呀？说实话，我一个月收入都没有2万，我现在也没有啊。这现在这个节骨眼，你但凡有2万收入的，我觉得你很牛逼啊。我觉得但凡你现在你能收入2万块钱，我觉得你是非常牛逼的人物。我现在没有的，感觉这些人都好嫉妒，就是15000很牛逼了。现在大家记住了，你们现在就是特别是在上班的人啊，你们能有这么高的收入，非常好了，非常好了。你们要知道现在裁员裁得多严重，现在不是说你们裁员，你们要珍惜你们现在的工作机会，因为现在老板撑不住了。至少有60%的老板，70%的老板，他是撑不住了，不是说你们的问题啊，你们不要觉得说，哎，我努力工作就可以了，现在是很多的老板都撑不住了。你像我那个时候我就一直为着员工我在努力，但最后我实在是撑不住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一直在亏钱。一直在亏钱，酒吧就是一直在亏钱，所以就是你撑不住的，你单纯靠积蓄还能靠多久？你在问什么呢？还能支撑多久？你让我告诉你一个具体的数字吗？还是让我一个态度啊之类的？是大概说一下，还是就是怎么样的？你想问什么呢？你这个问题首先
问我财产，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我就不会回答你，因为这是隐私方面的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我没法说，嗯，对，这个有点过了，就是边界感过了，对，啊，随便应付一下就可以了，对，你是体制内，挺好的，体制内能有15000，真的很厉害啊！我不知道是什么体制内能有15000，我不太懂体制内，在我的思维里边，体制内一般都是3000、5000、8000差不多，这是我的理解啊。体制内可能3000、5000、8000，就15000的，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没见过。对呀，就是我不知道15000的体制内是什么工作，就是嗯，体制外可以稳定，啥时候染个头发？剪个头发再说。图图说过1-2年可以不工作，比较比较难吧，比较难。但是我会觉得说，我觉得小大夫应该懂我多难。对，小大夫应该知道我有多难，因为我什么都会跟小大夫分享，但是小大夫完全没有压力。有的时候我其实对他是有一点点失望，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真的他一点都帮不到我，就是我有想过，就是说，哎，我不能要求太多，但是真的一点都帮不到，就是双方父母支持，我说实在，我妈妈是不太支持的，可以给我情绪价值。我俩分开了，我俩没有，我俩没有分开，很辛苦，就是很辛苦，谢谢回复你，有啥谢谢的哟？算是懂事儿的吗？就是我会觉得小大夫就是我有我的经济没出问题的话，我会跟他白头到老。但如果我经济出了问题的话，我就会着急去处理我自己的事情。对，是属于这种情况，就是可以同甘不能共苦的这么一个伴侣。对，但是他还不像其他人一样，就是他不是因为你没钱，他就会跟你吵架那种，他是有钱没钱他都不会跟你吵架的人，就是他也不会焦虑，他也不会吵架就那种。对，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想要处理自己的问题，对，就觉得啊，现在是不是应该
暂停一下，然后处理自己的问题。对，对，白熊说的其实挺接近的。对，因为就是灰书，其实你理解的是非常准的，但是其实现在是怎么个事儿呢？你理解的是非常准的，但是现在需要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很多情况，如果说我想解决现在的问题的话，我几乎要精力就在外边了。在外边的话，他要是在内，我俩就又不同步了。我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你们能懂不？对，就是我不能，我跟他不同步了。不同步，你想一想，哎呀，不同步可能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因为我其实本来打算就是说明年我拍个剧，就是让他先回家，就是让他先回家，那不还是就是像我说的嘛，就是暂时的那个怎么样的啊？对，对，然后那我又不能带着他，我出去发展，我又不能带着他，然后他自己在家，他首先跟我妈妈的相处，我都不确定能不能 OK。然后他自己在家，他逐渐的就跟我的生活就脱轨了呀。我主要是这个问题，我说那怎么办呢？我不能带着他一起发展，因为他不往这边发展。对，现在就是这个问题。要不带的话，我就觉得说，那要不要就暂时的，就是说清楚之类的。对，他就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搞，现在是这样的。是的，就是我没有说不爱他或者怎么样的，我也没有说，就是想分开，没有，就是我只是会觉得说，两个人不能都在家待着吧。那他不想出去工作，那好，那我出去工作。那我工作的话，我就不能带着他。然后，那他不工作的话，他在家里就会出问题。那他如果说回他家里，那我俩还是会出问题。就我现在纠结的是这个点。对，他不上班。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不能带他的原因是什么？我之前是想过，就是带他去面对这些东西，但是为什么不能带着他？因为我的工作是主要拍戏啊，然后去应酬啊，然后去拉赞助啊。但他一不会社交，二他不做自媒体，三我让他做自媒体，他说他不感兴趣，我怎么带着他呀？我带着他干嘛呢？比如说有的投资人会说，哎，我投你的剧，完了我带个对象气他，哎，我有对象你没有，那是干什么呢？我带了一个对象去干嘛？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带着他，让他当你助理。他的发展就不在这儿。我有培养他，但是他自己拒绝了，而且这个拒绝这个事儿，就是看我直播的人都知道。
他做不了，他就不喜欢啊，他完完全全他就不想做。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对，我不知道，我问他，他也没有就交流过这个事情。他以前是上，对，经常，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当时条件好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有点盲目的自信，我有点盲目的就是人在发展好的时候，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拥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和感情，但是等你选择了，然后稍微发生一些生活的变动的话，你就会发现哦，你活得好吃力。对，很多其实我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无论说身边的朋友还是妈妈，都会提醒我，但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说自己有能力，对，我真的是觉得自己有能力，所以我才会，所以现在也，因为我真的就是那段时间真的是就想分开，但我真的做了一个梦，真的好奇怪，就是我紧接着我就做了一个梦，我梦见的是，我去北京了，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我着急忙慌的回来，我去北京，然后我没跟朋友聚会，然后我去完北京大概1天我就回来了，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呢。回来之后，然后他不在家，我就问他你干嘛去了？他说他跟朋友聚会去了，喝酒，等一会儿回来。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就说你跟谁聚会啊？他说跟一个男的。我说怎么的？就是啥意思？他说啊，他马上要去机场上班了，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他去机场上班了，然后我就特别生气，然后我俩就打起来了。我记得还打起来了，梦里打起来了。然后我就紧接着晕倒了。晕倒了之后，第2天醒过来，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要走了？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安慰我，但是也没有正面回答我这个东西。对，我还是怕失去的，所以我就做这个梦，我就发现哦，我原来就是我还是舍不得的，但是现今的这些问题还是在的。然后紧接着我醒了之后，然后我就抱紧他，对，所以我就说到最后其实就没办法，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你得去面对，F 有什么 F 啊？为什么你总有人提 F？ 为什么提 F？
主播对象听到没有触动吗？我觉得下了直播我会跟他聊一聊吧。聊什么？聊什么？要触动什么？他都没听到。你们在讲什么东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聊工作的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其实我有一点，就是我其实在纠结的一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俩，就是我现在在苦恼的点是什么？如果我去工作了，我不想让他搬走。我其实是不想让他去搬走的，但是我又担心他在我家里边，他首先跟妈妈相处不来，因为我现在我姐姐也突然的回来了，我姐姐突然的从东北回来了，然后他要面对我妈妈和我姐姐，我又不在家这边，我担心他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不用我说，也不用经历什么，他自己就跑了，他自己就会跑回他奶奶家生活。但是呢，一旦两个人不在一起生活的情况下，我恐爱，我恐爱，你知道吧？我恐爱。哎呀，我就担心他嘚嘚嗖嗖的，他再经受不住什么诱惑，再跟别人乱发生什么，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说那怎么办？对吧？这个也不行。但是你说要这么长时间的，对吧？就是长时间这么坚持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就是，就挺难的，肯定要有取舍，挺老实的，是挺老实的，我也觉得挺老实的，那我觉得我也挺老实的，但可能有的时候你可能喝多了呀，或者是别人对你好了呀，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彼此不在一起生活，然后彼此又交流的不及时啊，会不会有人趁虚而入呢？对吧？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个突然的事情呢？不会，我觉得小朋友，你们记住了，小朋友永远，对，我在想办法，我在综合，我没有安全感，就是我在综合这个事情，我就是会觉得说，因为那个梦告诉我，其实我是放不下的，对，梦告诉我是放不下的，然后但自己又不得不发展，你还不是不相信他？我不相信他不是因为他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就是一个人他没有见过花花世界，他一定会被这个花花世界污染的。他一定会被这个花花世界污染的，你们要记住这一点。他相信你吗？我觉得没有人不相信我吧，因为我这个人是见过花花世界的，我甚至可以创造一个世界。我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写剧本的人，我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些想法，我就自己写一个场景，我就自嗨了。
对。你像我都开过酒吧，我都开过酒吧，你出去发展有大哥想潜你怎么办？首先第一点，我是身边总有大哥的人，我是一个总遇到大哥的人，所以大哥这件事情对我不是一个陌生的事情，也不是一个陌生的人群。第二点呢，我社会经验和我的反映社交能力都会超强，所以大哥想潜我这件事情，我也能非常有经验的化解，因为不是只有一个人想潜我，所以我也都能化解。第三点，我不会被这样的就是什么生活所吸引，因为我有过钱，我也有过富裕的生活，我又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很久了，所以这样的世界对我是没有任何新鲜感的。那我被潜过吗？你这不是屁话吗？你这不是屁话吗？我他妈被潜过，我他妈也说过没潜过呀，从来没被潜过吗？没有，对吧？我肯定我说没有啊，潜是什么意思？那谁会说自己有呢？肯定被潜过。那个辉叔，我是没骂你是吧？我这种人不会被潜的。什么没经历过？我没有被经历被潜。对，你要说自愿的，我是会觉得完全 OK 的，因为当你单身的时候，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为什么说我没被潜过？当你单身的时候，有一个有钱人喜欢你，他对你好，可能他不是你的菜，但是因为你单身，你可以去尝试。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当我们在自己向往的爱情里边受到伤害以后，我们就想着说找一个对你好的吧，那我就找了这个大哥对你好，又对给你钱，然后呢又听你的，所以你觉得这是钱吗？这不是钱，这是自愿，因为我在跟他交往，对吧？那你能说这是钱吗？但是你要说这个大哥我非常讨厌，但是呢他有钱他砸了我，不可能，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因为我的个性但凡看过我直播大概3个月的人都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个性，我完完全全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势和霸道的人。交往，对呀，交往，所以就是大哥潜这个事情，你们要问说什么潜没潜过，我觉得这个话题太幼稚了，他弱智会问的问题，谁也不会说大哥潜没潜你，什么叫潜呢？强迫，强迫。现实当中就是你有没有这么娇贵呀？我就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这么娇气呀？这么看来，没分手出去发展，得到的大哥帮助就少。这么看来，没分手出去发展，得到的大哥帮助就少。没看懂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对，只有我强迫大哥的份儿。单身就是能处就处，是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对自己的人生的一些理解真的不太一样。你就好比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什么那些港星港台女明星，可能在人生最巅峰的时候，她选择息影了，嫁富豪老公了，
然后外界就传说，啊那个他被那个潜规则了，啊他那个被包养了怎么样？人那是正经结婚生孩子，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他不就是这是你自己方面的，他说你要分手了，大哥才会给你帮助的多。我现在手里是没有大哥的，但是我想告诫大家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做自媒体的，我们做自媒体的情况下，我们特别是像我这种要拍戏的人，我们拍戏是要有投资的，起码就是我所有的投资人，大部分可能对我都有一些想法。我单身的情况下，他们愿意投这个钱，他们愿意投这个钱。但我不单身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哪怕他再欣赏你，他也不愿意就出这笔钱，能明白吗？就是你们说这个点其实算是对的，但是这个主动权是在于你自己手里，你完完全全可以让别人去给你投资，但是呢，你又不去就是做一些什么出格的一些事情，因为这全在你自己，对，那全在你自己，对，是的。小大夫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对，所以就是什么大哥潜不潜你，全在你自己，有的人可能就说的非常难听，就是说大哥潜规则你了，对于你们来讲的话，潜规则这件事情是说得通的，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潜规则是说不通的，因为所有的艺人，但凡有一个什么潜规则成功的人，那都是你这个艺人是同意的，所以这不叫潜规则，这不叫潜规则，这叫交往，或者说这叫这个艺人他也想有一个人去谈一段就是比较富有的一个恋爱，对，这不叫潜规则。现在不是单身就会失去很多投资的机会，就像明星，我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但是确实啊，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我没有被潜规则过。因为我的个性谁也不会花钱来潜规则我，就是我的个性熟悉我的人都太知道了，我的个性是极其霸道且抽脸的一个人，我是非常非常这样的一个人，跟剧里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没有人会什么所谓的潜规则我。拍这几部戏都有投资人，但是我跟这几个投资人都没发生什么，可能就有跟我回家的时候是有一个投资人，但是这个投资人这个大哥，我们已经不能说是大哥了，这个跟我就算是我特别重要的一个贵人，就是我也跟他试图交往过，后来我才知道他有一个10年的男朋友，所以我就没跟他在一起。就这个大哥，我跟他是有关系的，但是其实其他的那几个大哥都非常非常简单，就他们是确实是因为喜欢你，投资你的，他们跟你说的非常简单，就是说你像曾经的我，你像曾经的我，你身上有曾经我的样子，你很努力，很有上进心，很了不起，所以我愿意帮助你。而且我不需要任何回报，这是他们就说过的原原本本的话，而且几乎这2个人说的都是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不存在什么谁潜规则你，或者说能左右一些事情。当然你要说你单身，确实能有很多的拥有投资的机会，但你具体你怎么去跟他们相处，完完全全是你的本事。什么处10年呢？和那个有关系的大哥发生过吗？
有关系的大哥，和那个有关系的大哥发生过，不知道你说的哪个？什么对象处10年？他跟他对象处了10年，然后他们现在有共同的事业，然后就算是现在不止10年了，应该15年了吧？对，至少15年了，因为我跟他认识都是17年，那18年了都，对，18年了，对，对啊，这个贵人我是跟他接触过的呀，对啊，我当然跟他接触过，他是就是一开始是想跟我在一起，然后那段时间其实自己就是，一个阶段一个想法吧，因为他也是对我很好很好，就是他是属于那种，哎呀，就真的像，像有血缘关系的人，对，像有血缘关系的人，他是对我非常非常好，他已经不是说给你钱，然后支持你的事业的问题了。当时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当时我不是，他就是，哎呀，这个又说的比较久远了，很多人都没听过。就当时他出钱，一开始他是我的一个粉丝的大哥，后来这个粉丝直播，然后就让我去跟他连线，结果这个大哥就联系到我说想买我的那个救赎这首歌，我说救赎不卖，我说救赎这首歌对我很重要，我说这首歌我不卖，然后他就说要买其他的歌，后来就问我什么价钱，因为我没卖过歌，所以我不知道定多少钱。后来他就说，感觉你挺有天赋的，我们中国好声音有那个资源，你要不要去中国好声音？我们培养你。然后我就觉得是个骗子，我说我说买歌那算了，我就是个骗子。他说没骗你，你就是从那个，你要是想明天咱们就开始着手这个事情。我说行啊，我就是半开玩笑，因为我觉得他一开始说买歌，我定了是2万块钱一首歌，结果他又不买了，我还白开心，因为我那个时候没卖过歌，2万块钱不买，说就是吹牛逼的人嘛。后来第2天就让我拍了一些我的那个皮肤状况，拍了，然后发过去，因为那段时间我是疯狂爆痘的，发过去了。他说：“哎呀，你这皮肤可不行。”然后我心里还挺不舒服的，被别人嫌弃自己皮肤不好，然后而且是个陌生人。后来他就说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沈阳，他说我给你找了一个那个美容院，从明天开始你就去那个美容院，你是做那个皮肤管理，为了以后上镜。我说好，我是说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人撒谎，就是那个吹牛逼吹的比较大。我说那好吧，结果第2天我就果真就去了，去了以后那个店员就真的有这种明星的感觉啊，就去了那个就是美容院，就开始给你就是做脸，其实就是挑痘嘛，然后做那个皮肤管理。说哎，那个美容院的那些人就说，哎，听说你要上电视啊？我说啊，我都不知道。然后他说那个谁跟他们打个招呼怎么样的？然后紧接着我就寻思这个骗子，哎，卡住了，我是不是又卡住了？啥玩意儿？1、2、3，1、2、3，卡住了。
不卡了，有可能是电话过热。好了，我讲到哪里了？手机直播，是的，我手机直播。我讲到哪里了？讲到哪里卡的？我讲到哪里开始卡的？嗯？现在还卡吗？啊，对，就是讲到那个，就是美容院，然后那个美容院的那个美容小姐就说，哎，听说你要上电视怎么样？我就说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然后我就想着说这个骗子，哎呀，就组团骗，上电视的事你干嘛跟那个美容院的说呀，对不对？我就觉得这组团骗，然后我就在考虑，就是说，因为我曾经被美容院骗过一回。你们知道就是那种就是美容院那种发传单，然后告诉你免费做脸的那种吗？我曾经上过一次当，然后就被美容院拉过去，然后最后自己结了100多块钱那种啊。然后我就说这个也是个骗子，我就想等会儿怎么跑呢？如果说他就是强制让我消费的话，我怎么办呢？然后然后我就说那个就准备跑，做完了以后，然后我就问我说多少钱呢？我说多少钱？他说啊不用付钱，那个人家已经付过了。我说哦，然后紧接着就是那个开始拉群就有什么皮肤管理群、音乐制作群、形象改造群，就是各种群啊，各种各样的群。然后我就说哎，挺像那么回事儿。然后就找了一些什么所谓的音乐人，包括有那个什么老猫，你们知不知道老猫啊？就是音乐人老猫，就是伤不起，真的伤不起，就这么一个人，就伤不起什么的啊，反正中国内地的什么什么，就是原创歌手什么老猫。然后就给我找了一帮人，然后又找了什么涛声依旧，就是毛宁的那首《涛声依旧》的那个什么制作人，要给我制作新歌，然后又反正就是各种跟我们讨论这些东西，然后他就突然来了一句，他说，你觉得我还是骗子吗？我说不知道啊，然后他说那你能来找我吗？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啊，我就想着说人家已经付出了，那我就说那去见人一下吧，就结果就去壮着胆子就去他的城市去见他了，见了以后是一个40将近50岁的一个人吧，将近一个50岁的一个人。然后见到了，在一个5星级酒店的那个餐厅里边，然后他就说：“你觉得我还是骗子吗？”啥破玩意儿啊！到精彩的时候你给我卡了，啥破玩意儿啊！操他妈的！整一下子啊，别着急啊。行，这样，这样不太清晰了。说到五星级酒店啊，我们继续往下讲。
他就约我到5星级酒店嘛，5星级酒店，然后在那个5星级酒店餐厅里边我们见了第一面，然后他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人，然后就见到了，然后我就说那个就跟他打招呼嘛，然后他就说啊，那你这回相信我了吗？我说那你说你是干嘛的吧？他说他是一个服装品牌的一个创始人，他是一个服装品牌的一个创始人，然后我没听过这个服装品牌，但是后来我了解全国有500多家，全国有500多家这个服装品牌，然后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搜了一下，后来他跟我说，我说那你为什么会帮我呢？他说在你身上我看到曾经我自己的影子。反正每一个帮助我的贵人都会说这么一句话，他说感觉你非常的努力，非常上进，非常有才华。他还说了一个跟别人不太一样的点，他说因为我喜欢唱歌好的人，因为他小的时候也非常喜欢音乐，然后他一直都觉得唱歌好的人就是很加分之类的。然后我说那你是什？我说那你结婚了吗？他说其实我有一点撒谎了，因为他之前跟我说，他说他是直男，我一直都在质疑，对，他一直说他自己是直男，然后我一直都质疑这个点，结果面对面他说其实这一方面我撒谎，其实他不是直男，他是圈子里的，但是他跟他老婆离婚了，然后他自己带着孩子。我说我就比较直接，我说那你就是不会想跟我怎么样吧？他说说什么呢图图？他说他说他要想跟别人发生的话，他有很多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咸蛋家认识的。他说咸蛋家大部分的人他都可以睡到，他说没有必要这么费劲的，就是约我出来。然后我一想，我说其实他说的其实也对，因为500多家，500多家的连锁店，资产10亿，上10亿，他想睡谁，我觉得就是特别是那些名媛，我觉得他睡谁都能睡到，我说那你帮我纯粹是因为，就是欣赏我。他说也是因为你的长相，也是确实是有点喜欢你，怎么样？后来就都问清楚了，然后后来就开始着手那个就是音乐的问题，就是他们就想让我去中国好声音嘛，但是想带着原创歌曲，但是他们觉得我的编曲做得非常的初级，所以就给我改编曲，然后我就不同意改编曲，我就因为改编曲的事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我直接给他打电话，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走了嘛，我俩第一面啥也没发生，然后我就走了嘛，走了以后，然后他们要改我的编曲，我就打过去了，喂，他们要改我的编曲，这个歌不能改，他们的编曲做的非常非常的过气过时了，他们做的那些东西，我自己的歌你不要改好吗？就你们能尊重我吗？哪怕就是你们找稍微就是牛逼一点的音乐人也行，你不要找这些这80年代的，我没别的意思啊。不是，我不是说他们不好，我也没有不尊重他们，但是这首歌是我自己的，就像我孩子一样，他们乱改，而且改的又不好，我当然不同意了。这个他们做的就是很垃圾，他们的歌都没人听，你让他们动我的作品，那能行吗？反正我就跟他们吵了，我就跟他吵起来了。
他的意思是说，人家都是老师，他不是改我的歌词，他改我的那个编曲。我的编曲确实很初级，但是就是我刚才跟不跟你说过，涛声依旧的制作人，还有什么老猫，就是伤不起那段 rap 那个老猫，你们可以搜一下，老猫有很多的歌都是那种特别土嗨的那种歌。我说他们改完了，你这首歌我没法唱了，特别 low。完了我就不同意，就跟他有小摩擦。后来，反正就说我不尊重人家，就说我不尊重人家，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跟他硬刚，我说不许改，不许改。后来就给我找了那个杀破狼的那个，就是杀破狼的那个组合叫 GS。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对，然后就找了这么一个组合，因为联系到那个台湾的，然后就说他们改，我说这行，然后紧接着去北京上声乐课，对，去北京上声乐课，然后就那个声乐老师也是个圈子里的，也是就是说话就贼狂，你知道吗？你知道杨坤吗？我说知道，我挺喜欢他的歌的。杨坤的发音是错的，你再加上那个张靓颖你觉得张靓颖唱的怎么样？挺好的。张靓颖的发声也是错的，她咬字都有问题。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我就不知道这些搞音乐的为什么这么狂。就说人这有问题那有问题这有问题，人家火了呀，他们就是一个教声乐的，各种批判。我听了以后我就不想上，你知道吧？就是我真的就觉得这帮人就是他们教不出什么好东西。完了我就走了之后，然后第二天要拍那个宣传，就是那个就是类似于就是那个宣传照，对。拍那个宣传照也是找了一个圈子里人来拍，完了第二天要拍，晚上的时候因为那个就找了一个台湾的人做我的经纪人，然后去那个三里屯给我买衣服。三里屯的衣服多贵呀，让我3000块钱，大概3000块钱买一身，我3000块钱不是，大概给了我2000块钱好像是，然后让我买一身。大概我买了一个短裤，就是一个裤子加一个短袖，就2000块钱基本上就没了。完了，紧接着那个经纪人说：“那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要找那个老总就是再拨点款呢？就拨点款呢。”我说那可不得拨点，我说我没钱呢。然后他就找那个老总要多要一点嘛。完了他还不好意思说呢，我要的。结果那个老总以为是就觉得我太奢侈了，老总也是觉得我们奢侈。三里屯的东西三里屯你们去过吗？三里屯是卖潮牌的，潮牌都是谁的潮牌都是什么那个都是什么那个陈冠希的潮牌都是那种，就一个裤大概1000多，将近2000块钱。完了我们就提这个事儿，大哥不愿意了。大哥就说那个，哎呀，就说那个太奢侈了，怎么样？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着，好像是那个大哥不知道大哥完全不知道，大哥不懂，不在年轻的那个潮流地买衣服，对吧？大哥又不是北京的，对吧？他不懂，然后后来就突然就把我们就是把那个群解散了，把那个群解散了，然后经纪人懵了，说怎么群解散了？我说我不知道，我看了一眼，把我踢出去了。
然后他们都解散了，就这样，对，觉得我误诊了。后来我就索性我也没什么损失呢，我就说哎呀，无所谓啊，那他可能觉得这样就觉得，然后我就挺生气的，但是我也觉得无所谓。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开始直播嘛，就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大哥又找我，啊，图图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怎么样的？怎么样？我说那个还行，他说，那个之前把微信都删了，加回来。我说不加了，没啥意思。他就说你生气了，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本身也没有必要就是怎么的。他说，哎呀那个你加回来，我有事跟你说。然后结果他就给我加回来了，加回来以后他说，你想不想去那个星光大道啊？我说又去哪儿啊？星光大道，这是什么那个老毕那个节目，星光大道。我说去星光大道多少钱啊？他说月冠军100万。我说什么？月冠军100万？他说啊，这现在参加综艺都是要花钱的，你得给那个就是举办方钱，对。我说一个月冠军，别人就是记你一周，记1个月，你就没有你这消息了，你花这100万干什么呀？他说那你想干什么呀？我说我想去上学。然后他说上啥学？我说因为我没上过大学，我说我想体验一下全日制的那种大学，我想在大学里就是找找那个感觉。其实我没说出口，我想在大学里谈个恋爱。我就想找一个就是大学就体验一下大学生活嘛。那一年我都27了，然后他说这好办。他说我们那个商会，他说我们那个商会呀，里边有一个那个校长，有一个校长还是副校长，正好他们那个学校也就是打点一下就能进去的。我说那挺好，我说谢谢你。后来就我俩就关系有所缓解了，我俩就缓解了嘛，就是那段时间我俩就像好朋友一样。结果就发生了一些，因为他年纪大了，他不能10嘛，他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就是那个，他有一点点就是那个脓，他有点脓，就是脓你们懂吧？就是他，然后他就我俩就有这么一个关系，他就变成脓了，我就变成牛了，然后就这样就发生关系，发生关系以后。对，他年纪大了，他年纪大了，好像他又是个0，我不知道，我也没问过这个事儿，本身自己也没有说对他的长相或者身体就特别感兴趣，然后就因为有这样的身体接触了之后，关系反而更近了。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其实他有对象，他胖。他说他有对象，我说有对象，咱俩还整这些事干啥呀？我说这你咋不早说呢？他说，哎呀，因为他跟他对象也是在一起10年了，那年正好是十多年，10年出头吧。他说在一起十年了，完了那个现在那个他那个对象在日本，他那个对象在日本。我说那你也跟我说呀？他说你感觉你很生气。我说不是生气，但我起码我得知道这个事儿。那我这样我不做那啥了吗？做那个33了吗？我不做33了吗？我说这个多不好啊！你对象知道也会不开心之类的。反正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俩其实他也挺后悔的。他说哎呀，其实他那个就是也是非常忐忑，他也不想就是那意思，就是背叛他对象之类的，对吧？后来紧接着就说明白了，就以后就算是朋友加亲人的关系嘛。后来紧接着
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学音乐呢？我说学音乐很费钱。他说那我给你出，他就给我找了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然后我就去北京现代音乐学院。为什么后来我们的关系那么好？就因为他一件事情特别触动我。其实他出钱做这些事情，包括我们有那个身体接触，我都没有特别感动。感动就在细节。他帮我找了那个北京现代音乐学院，他出了所有的学费，他出了学费和所有的就是生活费，每个月他都会给我钱生活费，这些都不是感动的点。感动的点是什么呢？我们去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我们要现场报名。他那天抽出一天时间，然后我俩坐着高铁去了北京。去了北京以后，我们打车到学校，然后那个学校都是那种孩子过来报名，家长陪他们报名，他陪着我。他这个年纪，其实比我爸爸要小那么几岁，但是他就是，你知道让我特别触动我的点是什么？所有人家孩子15、16岁的孩子过来报名，我是25、26岁，我也跟着人群在排队，他也跟着人群在排队。他排的是家长队，我排的是学生队。然后他就告诉我一声，他说你去艺考吧，因为我们的那个学校要艺考的。他说你艺考，我来帮你处理这个。他就像我家长一样，就是我不是说抱怨我自己的爸爸不好，是我爸爸没有，起码在我的认知里边，他没有帮我排队。就这么一个细节就让我特别感动。等我排完队以后，我以为他就走了，我出来了以后，他就拿着那个录取通知书，他说给录取通知书，然后交费，走，咱俩去交费。啥也他妈不说，就这个整体一套流程下来以后，紧接着我们没有时间去吃饭的，我们整个的过程忙碌了三个小时半，就将近4个小时，紧接着就开始分配那个宿舍了，然后我连跟他告别的时间都没有。他说你走吧，你去那个看看宿舍怎么样，我先走了怎么样的。因为我们是背着老师带走的，我们背着那个学校的那个导员带走的，所以我们也没有时间告别。他就好像他干完了他的所有的事，他走了，就那个点非常触动我。但是也没办法了，因为我们他有对象，没办法了。但是那个点真的很触动我的，真的很触动我。就我到现在我都能想起来，就是那么大的一个老总，在人群当中帮我报名，然后他专程来了一趟。你正常来了一趟，你帮我办了那么多事儿，是不是我们应该告别一下？应该告别的时间都没有，他就仿佛做完自己该做的事儿，一身轻松的就说：“图图我走了。”那种。那个是责任感。我其实有被打动，但是我没跟他说过，因为知道他有对象了，我也不会就说这些东西了，就是也不会就说的特别煽情的那种。对，后来我们就逐渐的就变成朋友，后来包括用他给我的生活费，因为我花不完的生活费，你想想在学校能花多少钱？我花不完那个生活费，我就拍了剧。拍了剧以后，他就非常的欣喜若狂。他说：“图图，没想到你还有这方面的天赋。你拍的剧，你知道我身边人都在讨论你拍的剧，挺火的。哎呦，那你下一部剧你继续拍啊？”我说：“在筹备。”他说：“你是不是没钱呢？没钱我给你打点儿。”就这样，他又给我转了10几万还是14万吧，13、14万吧，又给我转了13、14万，然后我就拍了《跟我回家》的续集。不是10几万几万还是10几万，11、12万吧，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大哥，对我特别的好，所以我
你说这是潜规则，我不觉得这是潜规则，这是非常非常，虽然说这个大哥吧，他没有对象，然后继续暧昧享受当下，是否也行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有喜欢的人了，所以就是我俩也没怎么着，他也不关心我有没有喜欢的人，反正就我俩也很奇怪，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谈恋爱了，我在大学以后，然后我就跟那个龙二的原型谈恋爱了，他是赛的，对，赛的，对。所以就这个大哥其实对我很好的。后来其实，因为你知道，人一旦说清楚了，就不会再走那个回头路了，就不会再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记得，因为这个大哥每年都会带我出去过生日，那5年吧，持续那个4年还是5年我忘了。每到我过生日的时候，因为我都是跟他我都是过阳历生日嘛，然后他就说：“哎，图图你快过生日了，咱俩去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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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上去过生日。”因为他是，你想想他那么老总，他什么都吃过了，他更向往那个田野间的生活，所以他都会带我去那种就是什么什么深山老林里边住3天左右。一开始我还会有点紧张，就是会不会俩人私处一室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对象了，心里已经有所属了呀，不想再发生什么关系了。但是没有，就是自从说开了以后，就不会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难道你没有跟他10的冲动？你就是没有10的冲动吗？就是就是我怎么说呢？他对你好是对你好，但是呢，我是喜欢年轻人的。你们难道现在都不知道吗？就是我一直喜欢的都是比我年纪小很多的，所以我跟他的相处可能发生那个浓牛的这个可能性都非常非常小的所以更不会有那种冲动之类的，不会而且大哥，我还是那句话，人大哥都他妈50岁了，这怎么可能还会有那种想法呢？对吧？人说白了，人家能跟我发生浓牛，人家又是个牛，人家说白了，人家就是主要是让我开心，他可能想着有一些互动，你能明白吗？就因为我是牛嘛，他是付出方，对，所以我就是大哥很好的人，很好的，就是虽然说我跟大哥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俩性格都太臭了，我俩就是谁也不服谁。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变态，你知道他变态到什么程度吗？每天早上让我就给我发那种晨报，他每天早上给我发一些晨报，图图你要读啊，我就非常奇怪非常奇怪，能做大老板怎么可能性格？他对别人性格不好，对我性格很好，就是可能我俩在争吵的时候，我俩谁也不服谁，但是他对我其实真的非常好的，他对员工都非常非常差的，我也不懂什么叫牛，反正我就是跟他接触了，我就知道牛可能是就那个非常非常妥协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个什么事儿我忘了，大老板对他就是他对员工很凶的，因为我
去过他公司，他带我去他公司，然后见过他什么什么，反正他日本的员工我们也见过，就反正就是很就是他很厉害，对，所以你们觉得这叫潜规则？我觉得这不叫，这些东西我还是特别勇敢的去可以跟大家讲，我也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这叫什么潜规则？这充其量就是说，喜欢我的人没有告诉我他有对象，且他非常有钱，这我觉得这完完全全不算是什么潜规则。就我很，那大哥一旦不爱了，是不是也会立马严格？你们现在有没有没听懂的呀？就是有没有没听懂的呀？大哥一旦不爱了，是不是也会立马变成严格？就你是不是没听懂啊？就问这个问题的人，我们之间谈不上爱不爱，因为我们没有那方面爱的，就是所谓的太多的接触。他充其量是一种欣赏，然后为我做了很多事情。后期因为我在上学了，我就上学了，然后他要工作，我们又不在一个城市，什么爱不爱的呀？这涉及不到这些东西，而且他又告诉我他有对象了，所以这些东西就戛然而止了，就等于后期我们的相处方式更多的是一起吃吃饭，一起旅游了，对，对，这不是爱不爱了，这什么爱不爱？这就是单纯的他拿我当就是一个家人，一个对我觉得这算是家人，这不算爱了，因为我觉得他很诚实嘛，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有对象，然后我知道他有对象，就我非常的就是惊讶，对，非常惊讶，晚上好，晚上好，秤砣。对，所以这是我唯独跟我的投资人有一些接触的，这还是我们先有接触，所以才会后期他才成为我的投资人的，所以就是其他的都不存在。但是话说回刚才那个主题，就是你有对象了，会不会影响到大哥投资你之类的？肯定会。肯定会，就是你会缺少很多很多的投资，起码我在直播的状态就不一样，你们能懂不？就是比如，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会隐藏我自己的情感，就比如说有的直播间里，人家大哥可能用小孩就来问说，哎，你有没有对象啊？我说我有，大哥就说好，下一个，这肯定是这样的。那如果说你告诉大哥，就是你可能一个小孩问你说你有没有对象，没有，大哥就没事就来蹲你来了啊，没事来了解你怎么样？这其实是非常非常现实的啊。但我这个人一旦有对象，我就会公布出来，我也不喜欢藏着掖着，我也觉得说本身跟我谈恋爱，大家就没有什么安全感，就是我的历任的对象，我觉得他们就没有什么安全感，那我觉得我单方面的我就要，就是说出来嘛，对，我觉得没什么，我也一直向往着，其实我一直向往着什么呢？宝宝们，我一直向往的是什么呢？包括我跟小大夫，我也一直向往的是什么？我希望我能找个对象，然后我们一起做自媒体，然后我们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接各种各样的广告，我们拍各种各样的段子，我们甚至能一起拍网剧。这是我跟小大夫前期，我会有幻想，后期呢，我甚至都觉得说这个或许就是能完成，因为小大夫跟我说过，他也想跟我拍这些东西，他把工作都辞了。然后我就以为这些东西都能顺其自然的，就是把它做好，没有。后期小大夫又不想做了，所以这就导致很尴尬。
就是我明明我已经放弃了，就是可能性，就是别人帮助我的可能性，但这个时候他又撒手不干了，你知道吧？就有这种感觉。你们谁能懂我的点？你们谁能懂我的点？就是我就是会觉得说，可能我也到了一定年龄了，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这什么事儿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看现在有很多的自媒体工作者，他们都是不靠直播，也不靠什么打赏，他们就没事就接广告。哎，我就接个广告，比如说我接了一个车的广告，然后我拍一个车的一个广告啊，顺便把这个以段子的形式把这个广告就拍完了。我觉得小大夫起码就是说，他要是能跟我演，那最好了。他不能跟我演，他跟着我拍也行，他也拍不了。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我这个年纪适合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就有对象，我就把我有对象这个事情公布出来了。我希望就是说，自己也不要踏着别人的人情，因为大哥帮你，你始终你是有点低人一等的，哪怕你不做任何的妥协，你都会有一点点低人一等。我就觉得说是时候我应该就是自主的活着了，就是我有自己的主导权。我就说我不要做个网红了，不再做演员了，我不要做那个什么找投资的那个制作人了，我不要做这些，我就做小自媒体，然后我就靠自己的流量，然后接广告，我每个月能赚个5000块钱，先对付着，后期越做咱们不越大吗？我就这么想的。结果跟小大夫也商量好了，然后我记得他说不，我就开始培养他，培养过程当中就发现他 say no， 他说他不喜欢。他一开始他没说，他说好啊，结果做的时候百般不做，不学不做，后来又跟我说我拍就好了，现在连拍都不拍了。说他一直对自己，他是这方面的东西，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他跟我说他喜欢，结果现在又不去做了。然后现在我又没有机会去拥有投资人了，然后这方面又放下了，然后他自己又没有方向。我这边还着急赚钱，我这边特别着急赚钱啊。我现在我所有的开销我都需要赚钱，我赚钱我怎么赚钱？我得去接触这些人脉接触这些人脉，我必须得去，对吧？其实夫妻做一个工作未必是好事，但我其实我就一直不明白，就是两个人一直是友好的沟通和妥协，不是妥协，就是友好的沟通去协商。你不能一开始说，然后又不做了。这样就是我想带着他做，但他又不做了，所以我现在我着急我往外走，当我往外走，他又怎么办呢？对啊，他怎么办呢？我就很着急啊！我现在着急的往外走，但我要走，他怎么办？这个就是又一个问题了。我要不管他，是不是俩人的关系就散了？我带着他，我怎么带着他？他自己心思不在这边，他不想做这方面的东西，而且人家就是出去应酬的时候，他一句话他都不敢说，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我就是很头疼，但我自己问我自己，就是分手了会不会难过？非常，那不就散了吗？东东的宠物农场，你们说这种，那就散了呀？那不就散了吗？这关系不就散掉了吗？所以就是现在就非常难嘛，
非常非常难，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对，我现在我会觉得说，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前两天我特别想跟那个丹青和那个小薇，我特别想带他俩去旅游。就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我想带着丹青和小薇去旅游。丹青是谁呢？丹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小薇是我的合作伙伴加我第二好的朋友。而且小薇她未来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可能我的新剧的女主女一号是小薇。小薇是一个，我跟她合作这么多次，我都是要给小薇钱的。但这一次我没钱给小薇，所以我就说带小薇去旅游，然后我们顺便去国外找找灵感。但我不敢去，我就觉得，哎，他自己在家，小大夫自己在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小大夫说。我说，哎呀，我带他们出去玩儿，那你为什么不带着我？就是了，反正就是，哎呀，就是我解释不清。其实就是因为就是小薇她马上要拍我的剧了，我也不想给她钱了，顺便就大家现在有时间赶紧出去，就当给她工资了，赶紧去溜达溜达，完了上外面找找机会，找找灵感，三个人就是顺便聊一聊工作的方面。他不，没法说，没法说。就因为我们下一步一定是要走的，就是我肯定是要赚钱，那我不能天天在这个，我可以就是说我不去什么做什么生意，但是我觉得自媒体我一定要做的呀，因为每个月我还有那么多的那个生活费，对不对？所以就是现在卡在这儿了，就卡在这儿了，而且我一直都担心的点是什么？就是两个人不住在一起，我很怕他就是经受不住诱惑，我很怕他可能有人对他好，然后他跟别人就是乱发生关系，然后他又不敢跟我说，我很怕这种不可爱。哎呀，所以我觉得分开，就可能会分开，就分开可能真的会分开。还是你对他不信任，我对小孩子不信任。我觉得所有的小朋友就是都会有一点侥幸心理，小孩子会，我觉得小孩子会，我觉得小孩子可能不经意的可能走错了一步，他觉得啊还有回头的机会，对，那都抱到一起饿死是不是？那会让他辞职的是不是错了？我不知道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让他辞职是不是错了？首先不是我让他辞职的，第二点，他辞职错没错？我觉得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他的工作也赚的不是特别多，就是你可能觉得是错了，但是我觉得可能，辞掉工作也算是好的，因为他那个工作，我就可以这样说，他那份工作可能表面上比较光鲜，但是那个工作干时间长了会把人废掉，就他那个工作，虽然说是在医院工作，但是，没有什么发展前景，也没有太多的晋升空间，
更没有一些所谓的就是对生活有一些帮助，几乎没有，几乎没有。所以他辞职1个月5000，对啊，后勤呢？那你说在那种就是工作环境，我觉得人都废了。就像现在我都会觉得说，小大夫之所以什么都不会做，就是因为他做了这份工作导致的。对，就是他现在什么生活经验都没有，就是因为他这份工作把他绑在这儿了，他什么都不懂。你但凡你要是去一个什么广告公司啊，或者说一个个体的经营的一个公司，啥他妈都会做。真的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我说的点。养老的工作你做了，你这么年轻你做，其实就在消耗你的年华，就是消耗你所有的年华，就是你，哎呀，那个工作真的，是养老的工作，是清闲的工作，是清闲的工作。那这份工作我觉得就是会，哎呀，感觉小大夫蛮适合稳定的工作，他适合，当然这不是说他选择这份工作的必要的条件呢，对吧？他一定要做这份工作吗？我不觉得呀，我相反我会觉得说，年轻人趁年轻的时候应该多赚点儿。你靠1个月工资5000块的工资，你想买房买车，你去了房租，去了吃喝，你觉得你能做到吗？你能几年做到？10年、20年？你要记住，你是个男的，你是个男的，男的不会有人给你那个，就是什么，通过婚姻去解决这些事情，他不会呀，所以更多的还是，行行出状元，360行，行行出状元，前提是你得是那块料，不是说行业都好，是你要是好的，你行行都好，不是说就这个朋友，你的思维完全是偏的啊！行行出状元，爱新熊说那个行行出状元，是应该说你的能力强，你做任何行业都可以，不是说你啥也不是，但是这个行业能叫你成状元。本科我不知道，没了解过，他不包吃不包住，所以就是这份工作也不是说我让他辞的，我觉得大家都来跟我说这个问题，什么啊你让他辞工作，我没有让他辞工作，是我给他分析，然后我说那你怎么想？他说他考虑了1个多月，将近2个月，他说辞。我说那你确定啊？他说我确定。我说那你辞掉干嘛？他说跟你一起做自媒体。说跟我一起做自媒体。我说那行，我说那你这对吧？那你决定好了就行，就这样。这个换谁来说，我都是这么说，我也没有撒谎，对吧？幻想都是美好的，就是实际是做的没做，而我会觉得说，现在搞得我也挺懵逼，我整个人就是也是比较，束手束脚，现在搞得我也是比较麻烦。
不要安逸现状。你上了年纪，所以我压力很大。我这2天其实我都会，今天就突然不装修了，我就觉得自己哎呀，好想给自己找事儿做。我说我想回深圳，我把那个深圳的房子修一修，因为马上那个房子可能要出租出去。我说那赶紧回深圳去弄一下，但我这个我又没法说。我说我今天我要回深圳，他可能会觉得说着什么急呀，就是他不能，就他没有紧迫性，所以他，你做什么事情他可能不太理解。就是我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可能我现在着急啊，我又改变不了现状，那我只能让手里动起来啊！你就着急啊，你着急你就让赶紧脑子和手你要动起来，要不然你会很焦虑。我说那我赶紧去深圳把那个房子，因为我那个房子被狗抓的都是裂痕，就是都是那个爪子印，然后我就用那个石膏，我抹完石膏完了我没有那个打磨，没有补漆，我说那我因为房子一直想出租嘛，那我就赶紧回去就整这个去。但是你知道深圳离惠州我家往返要3个小时，对，所以就是他可能不理解。我这些东西我也没办法就是解释的特别，现代严重性什么癌，闲不住的人，对，我是闲住了，我就会多想，我不知道我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就是我最好的我最好的状态啊，就是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啊，我觉得最好的状态，我会觉得说，就是小大夫就是就跟我家里人打成一片，不用我操心，他能跟我家里就是完完全全的成为家人的关系，然后他能自己稳住思想，他就在家跟我妈跟我姐生活，能接受我在外边奔波，然后没有时间理他，他能真正的融入到这个家里边，然后这样又不会分手，然后我也安心的在外边。对，我姐姐对他咋样？我姐是一个非常难搞的人，但是我姐可能因为我的面子，我姐因为我在我家里算是那个，我在我家里边算是就是比较食物链顶端，我就觉得我姐这次对她太温柔了。我就觉得我姐可能有一点点假，就很担心，就是他们后期就是原形毕露了怎么办？我觉得我姐很假，这次就因为我姐跟我嫂子就是相处的非常不好，然后我姐是那种就是到处跟人吵架的那种。我姐离了，我姐离了，对，我觉得很可怕呀，我说他们万一要相处不来怎么办？反正各种担心啊。我前任老妈，
就是我家人其实对小大夫的印象还是算好的。我觉得他们也不会明面上跟小大夫就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时间长了，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我觉得小大夫会多想吧，或者说家里也没时间顾及小大夫的情绪，可能会有一些让他多想吧。哎呦，所以我就说这太难搞了。他要不在我家，我就觉得他会身体出轨。他要在我家的话，我还担心他撑不下去。对，对，白熊说的对。现在就是，哎呀，这个孩子真的是难整。带着他，他啥也不会做，真的是，我就觉得小大夫这个，哎呀，就是他，就这个工作真的害了他。我觉得这个工作真的害了他，他啥也不懂，就很多东西他都不懂，就完完全全人在社会上的那些东西他完全不懂，他完全不懂，怎么带呀？后勤也不需要他呀，拿个设备，那都不够我骂他的。我这脾气上来，我觉得，而且他自己不想做，他不想做这些东西，那他不感兴趣，他自然就做不好。他做不好。现在就是我在家里干什么活啊？就是，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在家里，比如说我，就是挂个画，我在家里挂个画啊，然后我先打孔，打完孔以后，然后我就得那个就是拧螺丝，我挂画，然后会看一下画的那个横平竖直，可能是这样的流程。但是我在干这个活的时候，我就让小大夫跟着我嘛，我说拿那个电钻，拿螺丝，拿那个电动螺丝拧上去，拿画，看一下齐不齐，齐吗？好，那就这样啊。好，因为挂完画以后，我一般都是用胶再固定一下，因为画有的时候它不就是打的那个孔它不齐嘛，所以就挂一下。等我下来以后，画是歪的，歪着，我就说，那你刚才看，你咋不看着点呢？我看的时候是直的呀。然后紧接着，因为我4幅画在一起，我紧接着又挂别的，电钻，下一步拿啥呀？刚才我不都做过一遍吗？螺丝，拿画什么呀？还没拧上呢，拿那个电螺丝刀子呀。画，拿那一幅画，就那种，就是然后我就忍不住，就是开始骂起来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就忍不住了。啊，他是那种看一遍他不记得，然后他就是做什么事儿他分神了。那种，气死我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要是带他出去工作呀，我都能被他气死。好，第2个挂完了以后，第3个，先拿电钻，就这种。
就这种啊，对他没兴趣。哎呀，我我一跟他干活，我就忍不住就是那个，就是发火，你知道吗？所以我工作我绝对不能带着他。一干活我就，因为有些活你还没办法，你还必须得带着他。你比如说你画画，你肯定因为你一下你手里不能拿那么多东西，你要挂在墙上，你肯定得先放在那儿。你要是上梯子，然后再下来拿，再上梯子，就很麻烦。他一般干啥呢？他最近在看那个什么考试题，我也不知道他要考什么。可能要考那个什么医院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他看这些考试题怎么样的 OK 啊，那你看呗，我就出去发展了，你就在家好好看，好好学习，这也行。但你知道我现在就担心的什么点？我就很担心他跟我妈妈，就是这家人就是融入不了，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我都着急。他日常家里有活他是看在眼里的，但是他这个人不聪明，你知道吧？就他这个人很不聪明。就是正常的我们说干活的时候应该怎么干？在别人眼皮子底下干。这你们能懂吗？我妈在那块干啥就跟着干呢，你别管干多少啊，你就干呢，就是让她挑出什么毛病。对，这一定是这样。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吃完饭了，她可能做饭的时候她伸手了，她可能就收拾的时候她就不动手了。但其实你做饭的时候别动手，然后收拾的时候你再动手啊，大家一起收拾。做饭的时候让我妈自己做就好了呀，对不对？他就完全不懂这些东西，我就干着急。所以我就很担心，就是时间长了，就是彼此都不装了，那怎么办呢？我姐也不装了，我哥也我妈也不装了，他也不装了。那不就出问题了吗？他自己住这个房子不行吗？这个房子本身就是给我妈置换的房子，原本我妈妈就是之前住的是一个高层，然后我妈妈就想住别墅，就是住那个带院子的，所以这个房子严格意义上是给我妈妈买的，置换的一个房子。就是你要是我妈妈那个房子，就是我没卖掉还行，我没卖掉还行。你说你到底喜欢的啥？喜欢的啥？喜欢我一直在重复一句话嘛，我说。如果说我的经济状况没出问题的话，我跟他的感情会非常非常好。就那种感觉，就是如果说你自己是稳定的，这段感情一定也是稳定的。现在主要的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在于我出了问题，所以这段感情也出了问题。而现在他又解决不了问题，他也意识不到问题。所以就是我现在得解决我的问题，我希望他在原地等我，然后我去解决问题以后再回来。但是可能有些关系人家不等，或者说有些关系不能这么处理。对，这些年很难，就是真的是实在话，我觉得是这些年难。
这些年太难了，我就这么说，小大夫我能养得起，因为他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我不能一直陪着他在这干，在这坐吃山空，我必须得动起来，我动起来我就不能带着他，那不带着他，他就自己在这儿，我就很怕他出问题，跟回家长住，我觉得我，没分啊，没分。哎呀，怎么办呢？我不想变化，我现在我怕一变化，就是很多东西就回不去了。但是我真的我得解决问题呀，对吧？我得解决问题呀。现在不会天天掉馅饼啊，每个月还是有那么多的贷款要还呢，所以我必须得行动起来。但是一行动，我怕就有变故，啊，这是我最大的烦恼。对，不行动又不现实，所以我就卡在这儿，我就是卡在这儿了。所以，哎呀，真的，我奉劝大家一句啊，就是，我奉劝大家一句，就大家也别多想啊，就是我也不是说这吓唬大家，我就想告诉大家一点，就是别太自满，就是这个自满不是骄傲的意思，是你别太自以为是，这也不算是贬义词，就是我希望大家知道，就是这个规则还是这个世界的规则，掌握规则的人玩弄你的是这个世界，你只是被玩弄者，所以有朝一日，哪怕你已经准备的很充分了，但是时间就是这个所谓社会规则一改变，你依然会混乱，你依然会就是完全不堪一击，所以就是这个规则不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你一定是要有个心理准备的。就我真的就觉得一下规则就变了，我真的有那么就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啊，一下规则变了。这什么规则变了？就是我之前我会觉得说他妈的男人就应该创业，创业的人哎都会有那个成绩怎么样，创业都是人必经之路，都要创业，但是一下规则变了。越创业的人赔的越多，这一下就现在反而就是那些就是上班族厉害了，突然之间就是变了，至少前20年的时候，大家都在鼓励创业，就是这，你们说奇怪不奇怪？改革就不是说改革，就是80年代90年代，咱们就说90年代或者说00年代，就是起码这10年、20年、3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鼓励创业，疯狂在创业，然后我们这一代也是在这种熏陶下，我们就觉得说以后要做个大老板。我的天，我去，一下你打工就赔的老鼻子了，啊，就是你创业赔的老鼻子了，然后打工的人赢了，啊，一下打工人赢了，真的规则就是
从我创业那天开始变了。我觉得不赖我，我真的兢兢业业的在努力。你看我就是起码我来深圳这几年我都没闲着，而且我非常刻苦努力，我为此付出了好多好多，精力也好，身体健康也好，我的心血也好，我都非常非常的尽心尽力，没有一点点就是贪图享乐的那种，没有这个机会。但是突然规则变了。规则变了，你上哪儿说理去了？就是这样，就是大家如果说对无力感就是无力感，谁他妈能想到就创业的人一下就砸的这么狠？啊，砸的就是这么狠。完全没想到。啊，前20年、30年都就是大家就疯狂买房，结果今年的房子也突然怎么规则也变了，买房的也咔咔赔，你知道吧？就是前20年、30年总结的一些规律，结果到我们这一代突然他妈的就这样了。做梦一样，真的做梦一样，啊，那你说你怎么回事呢？前5年没变，这5年变了，你摸不透这个法则，你咋说？现在把房子卖了，房子没了，钱也没了。是的，啊，有很多人现在如果说卖房子的话，就是首付直接没了，可能首付没了之后，完了还欠银行钱，这很夸张的。反而这些没有买房的、没有创业的、兜里没啥钱的，没什么损失。你这些就是努力了，兢兢业业、刻苦。啊，就是攒钱然后买房的人一下天塌了，是，就是你拥有的越多，亏的越多，啊，整个的规则全打乱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你未来方向一点都没有了，就是这样。你说谁的错？刚才有人说那个，刚才有人说什么那个经济都是有周期的，会好的，其实你这种说法我是不认同的，就是你说经济是有周期都会好的，我不认同你的说法，可能有一部分人会起来的，但是大部分人可能起不来，就也就这样了，就是未来的经济可能就会像某某国家一样，啊，就是对，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可能赶上一些机遇，一下就又回来了，但是未来可能我们国家就像另外一个国家一样，经济整个的就可能就是那个现状，可能未来是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小大夫是不懂的，小大夫能懂这些吗？你知道我平时我都看什么？我翻墙去看那个 Twitter， 一些经济类的，包括那个 YouTube，我就看一些就是什么那个一些东西啊，反正我就看这些，我看那个发展史啊、经济史啊，我都会看，就是所谓你们说的经济周期什么，我也会看，我都会看，小大夫完全不看，就是他是不懂的，他也不感兴趣，他可能
就像我那个年代，我也不行，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不愿意看，后来你就自然而然的就看，自然而然就在那边看啊，就在那块学习一些所谓的一些就是在那么多的观点里边，你去找自己的观点，所以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悲喜是不相同的，它 get 不到我的那个心里的那个慌劲儿。我这段时间我真的不夸张，我这段时间我的中耳炎就没有好过，我的中耳炎一直都没好。理应说我这段时间的作息什么的非常规律，也不喝酒，但我的中耳炎为什么不好？因为我上火，我体内有火，我每天掏耳朵的时候，棉签都是带血的。这是心火，我每天掏耳朵，就是耳朵里都是带血的，就它是体内上火的，你没办法，就是这个不是说你上点药就行的，你这火没下去啊，你就着急呀，你他会帮你掏吗？不用他帮我掏，没招儿，所以我就着急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儿做。所以你们说那个头发白了，头发白了，头发白了，我觉得，图图也不放心他掏，我放心他掏，都说大环境不好做，他家女婿明天开分店啊，这几年倒腾起来了。我觉得这里有猫腻，我觉得这里有猫腻，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知道我在我的亲戚眼里，我也是非常赚钱的。什么？老范的那三小子又买个别墅？他不刚给他妈买了一套那个小的洋楼吗？怎么又买一套别墅呢？那别墅还挺大。我的天哪！这些年他没少挣啊，掏上了，你知道就那种。什么？他不刚换一辆车吗？这么多年买了几辆了？这辆多少钱？哎呦，美国车那得老贵了吧？你知道就那种，对他们就是那种，哎呀妈，那不得趁个几千万的呀？哎呦我的天呐，你知道吗？就我在亲戚的眼里，就是已经就神了，就是神了，特别逗。那个我不是那个有一套我不是买了一个那个宝马车嘛，然后那宝马车我就开我就特别不适应，那个车我就开特别不适应，我就开那个车就总出事儿，小蹭小刮，就那种，然后后来我就给我姐了，然后我姐象征意义给我10万块钱，然后我姐就开着这个小宝马。然后就回东北了嘛，然后就是见我那个东北的那些亲戚，好像是举办婚礼，然后我姐就开这个小宝马。我天呐，宝马，我的天，你知道吗？那个是一个宝马的那个，现在已经跌价跌到20万左右了，16万还是18万的那个i3，跌的已经非常的不能再跌了，我买的时候是33万多，现在跌到好像20万左右了吧？现在跌到20万左右了。人就说我的妈呀 ，i3，我就是人家也不认识什么 i3，就是哎呀宝马，我的天呐，就那种，就觉得这个宝马就是特别牛逼，你知道吗？哎呀，都这是神话了，你知道吗？反正就是我在亲的嘴里都已经就是哎呀，就是就亿万富翁了，
千万富翁了，我都已经啊，这屁了，我怎么自己都活的都，我说白了，我现在那个我的存款还有6万多，我的存款有6万多。你们没想到吧？我存款只有6万多。我存款只有6万多。所以说我怎么能不着急呢？我还是着急的。对啊，还有欠款呢，对吧？很着急的。还好你没孩子，是的。兔队会好的。唉，行了，不播了，今天就播到这儿了。说说自己心里积压的那个烦心事儿，好很多。我觉得今天的中耳炎能稍微好一点。不会，会，我现在不太会给自己太大压力，就是顺其自然吧。反正现在已经这样了，就是规则变了，那我没办法，拜拜吧。